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的种种传闻最近沸沸扬扬，真假难辨。中共头号官媒《人民日报》近来报道也出现异常，为相关传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团疑云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官媒的报道一直是外界窥探中共集权政治的重要窗口。翻看中共头号官媒《人民日报》会发现，截至5月30号，已经连续9天看不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图片。人民日报最近一次登载习近平的照片是21号刊出的习近平5月19号在洛阳考察的照片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连续11天物理隐身。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则频繁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。旅居加拿大的文化学者、著名自媒体人文昭指出，这种现象极不正常。在此之前，习近平物理隐身的最长时间是2个星期左右，只有2次达到了这么长时间。一次是在2012年18大召开之前，习近平消失了一段时间。一种解释是他游泳拉伤了背，所以要在家静养。另外一种解释是，习近平威胁中共元老，要求全面接班，不把党政军权全部给他，他就不接班。结果僵持了2个星期，直到元老们答应了他的要求。第二次神隐时间很长的，就是去年从7月29号起到8月中旬，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涵盖了北戴河的会期，所以他消失是正常的。习近平前2次长时间神隐都是他消失一段时间后引发外界传言四起，而这一次在他神隐之前就已经传言四起了。什么5月14号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逼他下台，什么张又侠讲话批习，胡锦涛放狠话不惜内战也要改革开放等等。按说在他不利传闻沸沸扬扬之际，习近平应该频繁露面安定人心才对，可他居然再次神隐10多天，着实有些异常。习近平在洛阳考察时，就有评论人士指出，洛阳洛阳，太阳落下之意。毛泽东为了避免晦气，从来不去洛阳，而习近平却偏偏跑到了那里，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结果此后，习近平就长期时间隐身，难道真的是一语成谶？有传闻说，习近平被安排待在河南陪母亲拜佛，以免他正式交出权力之前在北京坏事。这种传闻无法证实，也很难找到蛛丝马迹。我们暂且不论它的真假，不过已经证实了的很多事实，确实显示出习近平地位不稳。如5月24号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23周年当天，习近平老家陕西富平县的关中纪念馆开馆。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，这个纪念馆集中展现了习仲勋的光辉革命生涯和崇高风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纪念馆是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为主题的，但蹊跷的是，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官员、陕西地方高层及习近平家人都没有露面，这么不给习老大面子，气氛是不是有点诡异？文章认为，2018年在富平县已经建成了一个习仲勋纪念馆，当地还有一座习仲勋陵园。一个县城有2座习仲勋纪念馆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并且根据百度百科上的介绍，截止到2019年，习仲勋纪念馆收藏有关习仲勋的文物有363件，这些展品肯定不够同时摆满2个纪念馆，所以极大概率是把原来习仲勋纪念馆的展品搬到了新的纪念馆中，相当于是把习仲勋纪念馆暗暗关掉了。这对习家来讲是一种降级，是一种羞辱。这样看来，习家人不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。有网友反驳，目前百度地图上习仲勋纪念馆和关中纪念馆都在啊，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关于习近平失势的传闻，大都指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政治老人的支持下掌控实权。中共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？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军委。目前官方网站上
本应是7人的军委已是人丁凋落，仅剩下5人。2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、何卫东都在列，但何卫东已经消失了3个多月。按照前军委委员苗华、李尚福都是长时间消失，引发种种落马传闻。最终果然兑现的潜力来看，何卫东大概率是出事了，甚至有传闻说他已经离世了。时评人张天亮博士指出，中共军队的大清洗，无论是否由习近平主导，他的权力必然会有所削弱。这体现在军队的日常工作只能交给张又侠，张又侠的权力必然会提升。反过来说，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必然削弱。至于他的权力动摇到什么程度，大概在中共四中全会可以看出端倪。张天亮判断，中共四中全会一定会涉及高层人事安排。习近平为了不让张又侠独揽军中大权，一定想安排自己的人来对张又侠进行牵制，而张又侠也一定会想安排自己人进入军委，以巩固自己的权力。时评人杜正在上报撰文表示，作为曾经体制内的一员，他认为撇开习近平施政对国际外部的恶劣影响不计，也不去考虑经济下行和社会民生变坏的影响，单从党内人事议题看，习近平就有一个软肋，恐给他带来关键性的失败。杜正指出，中共20大上来的中央委员，按照党媒所宣传的，都是习近平亲自把关，甚至挨个谈话的，所以都应该是广义上的习家军。杜正初步梳理发现，截至5月20号，中共20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，出事的应有26人，超过10%。其中明确由官方宣布落马的有7人，包括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、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、前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、前国防部长李尚福、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、前山西省长金湘军、前广西区主席蓝天利。长时间失踪并传出被查的有11人，包括中共武警司令王春宁、武警政委张宏兵、前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、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。异常被免职的有2人，分别为中共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、中共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前生。异常被调职失去实权职务的有5人，包括中共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、前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、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、前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，还有官方称病亡，但传闻指自我了断的前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。如此大面积的习家军塌方式崩溃，无论是涉及腐败也好，政治不忠诚也好，都因为极具规模效应，直接冲击习近平的权威。中共在实质上专门设有一个带病提拔的罪名，并规定了问责机制，要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当习近平权力稳固时，所谓法律都是用来管制别人的，但是当他失势之时，有心人会借机拿起这些条文来追究他的责任。杜正表示，再过2个月就是北戴河会议，再到稍后的中共四中全会，必然是对中共政局走向起决定性的节点。日经亚洲资深记者、评论员中泽科二29号撰文指出，习近平4月底曾借用其前任胡锦涛的科学、民主、依法3原则作出指示，并且官媒隔了近3周才对此进行报道，代表北京政治格局出现变化。2025年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。习近平的权力到底稳固与否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认为他的权力依然稳固的，请在评论区写下1；认为他丧失部分权力的，请写下2；认为他大势已去的，请写下3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